大家好，今天教大家做家常饅头還有包子的制作方法。首先我們用到的材料有普通的麵粉，超市直接採購。制作餡料的肉餡，這個是豬肉餡，還有鹽、花生油、豬油、生抽、白糖、白酒、蠔油、清水，這個是溫水，酵母、雞精、五香粉。好，具體的原材料就這麼多。好，我們首先呢，準備好1斤的麵粉，然後呢，加入適當的這個鹽，還有白糖。具體的分量呢，請看我的課件會標注清楚。接着呢，加入準備好的豬油，接着用溫水開好的，這個是酵母粉，用這個溫水呢把它化開，然後呢直接倒到這個麵粉裡面去進行混合。然後呢倒入準備好的這個溫水，這個溫水的溫度呢大概是在30到35度左右。然後呢分開來倒進這個麵粉裡面，一邊攪拌一邊倒入這個溫水，然後呢攪拌均勻。攪拌好之後呢，我們直接用手來進行和面。和面的這個程度呢是和到盆光、面光、手光這個程度就可以了。大概和面的時間呢是在3分鐘左右。像和到這個程度，盆光、面光、手光，然後呢它這個上勁，待會呢我們就可以用這個保鮮膜把它覆蓋，然後呢讓它繼續保溫發酵。發酵至1到2倍大的情況下呢，我們再做下一步的操作。好，接着我們繼續醃製這個肉餡。首先呢，我們加入準備好的這個鹽，還有呢花生油、生抽、蠔油，還有一個白酒、白糖，繼續加入雞精、還有五香粉。放下去之後呢，我們用筷子呢把它攪拌均勻，攪拌均勻至這個肉餡呢起膠上勁就可以了。然後呢，我們放一邊進行醃製個半個小時，我們就可以使用了，進行這個包子。好了，這個時候呢，我們這個麵團呢已經發酵至1到2倍這個大小。然後呢，把它取出案板，案板呢撒上一點這個麵粉，防止呢它這個粘的這個桌面。然後呢，我們進行這個排氣，用雙手呢把它揉搓，把它那個內部的空氣呢把它排掉。揉搓住呢这個上勁之後呢，
就可以了。好，揉搓至上劲之後呢，現在呢我們把它揉成這個長條，方便呢等一下我們把它分成合適大小的這個麵團，把它分成均勻大小的麵團，方便呢我們製作這個饅頭還有這個包子。分成這個饅頭呢，我們一般呢現在呢是做7個饅頭還有7個包子的這個分量，大概是在30克左右的一個每一個的這個麵團。首先呢，我們這個饅頭呢切好之後分好之後，直接放到這個墊有這個蒸包紙的一個蒸盤上面擺放好。待會呢，我們就直接放到這個鍋裡面去進行第2次這個發酵，進行蒸煮。我們把每一個饅頭的這個麵團均勻的這個擺好到這個蒸盤上面去，每一個呢都放好擺好。好，這個時候呢，我們繼續做這個肉包。首先我們把這個麵團呢用這個拐麵杖把它拐成圓形的一個麵皮，然後呢用勺子把這個肉餡放到這個麵皮上面去進行包製。我們左手托住這個麵皮還有這個肉餡，然後右手呢捏住這個麵皮邊緣，慢慢的向這個右手方向呢收緊靠攏，然後呢包緊。包好之後呢，我們直接放到這個蒸鍋上面去擺放整齊就可以了。接着呢，我們把剩下的這個包子把它包齊，放到蒸鍋就可以了。這個包法呢都是一樣的。好，這個時候呢，我們7個肉包就包好了。然後呢，把這個饅頭呢把它疊到這個包子的上層。然後呢，拿到這個蒸鍋上面，進行這個第2次發酵。鍋裡呢，這個是溫水然後呢，把這個做好的饅頭還有包子放到上面，然後蓋上蓋子呢，繼續發酵20分鐘。好，這個時候呢，發酵好之後，我們就開火了。開火呢，上去蒸煮20分鐘就可以了。20分鐘之後呢，我們把這個火關掉，然後呢，打開這個蓋子，把這個饅頭還有這個肉包取出來就可以食用了。好，現在呢，我們這個饅頭已經是蒸好了，拿着盆子呢把它取出來，還有這個麵包也是把它取出來，我們就可以進行這個食用了。現在呢，我們拿出來的是這個饅頭，蒸出來的這個饅頭呢又白又亮還有呢這個發酵的比較大的所以說呢也是做得比較成功。饅頭取出來之後呢，接着呢我們繼續把這個肉包呢也把它取出來。這個肉包呢蒸出來呢也是比較漂亮的。它的發酵呢起來也比較大而且呢這個肉餡呢嘗起來呢應該也是比較好吃的一個。發酵成這樣子呢也是2倍大的這個效果了，所以說呢也是比較 OK。我們呢把它全部呢取出來放到這個盆裡面去，然後呢我們就可以進行品嘗還有食用了。好了，這個時候呢，我們的這個家常的饅頭還有麵包就已經是做好了。
我們製作這個饅頭的時候呢，一定要按照這個分量來進行操作。這個發酵的時候呢，一定要用這個溫水來進行發酵。水的溫度呢是在30到35度左右就可以了。好了，本期視頻呢就演示到這裡，感謝大家的觀看，我們下期視頻再見。